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意大利、英国，好像在致力拓展与欧洲的关系。那您认为日本在下怎样的棋呢？现在世界格局呢处在巨变之中，俄乌军事冲突加剧了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各国呢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日本呢尤其主动。我们看到呢，日本不仅与美西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而且呢设法放大自己的影响力，试图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玩家。日本呢有3个举动值得注意：一是跟随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从而显示呢自己是民主阵营的国家，要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呢有意参与到遏制中国和介入台湾问题的这个事务之中来。二是凭借第3大经济体的角色，试图在印太乃至全球发挥经济影响力，扩大市场，压缩中国经济影响力。岸田在东南亚的访问，既是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游说，也是为自己呢开拓市场，包括试探军火出口前景。而他呢访问欧洲，在 G7 集团之中呢频频的亮相，也是旨在扩大市场，在高科技领域能够发挥作用。比如说呢，日本和欧盟就合作研究第6代移动通讯技术达成了共识，双方呢还同意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等方面协调一致。这些都说明呢，日本要和欧美在新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挤压中国的市场份额。3是日本在与美国强化同盟的基础上，加大与欧洲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契合力度，从而呢作为亚洲的代表，在价值观和经济上同时获得好处。这价值观和经贸技术的挂钩是值得关注的趋势，日本呢正在此方面积极的推进，是很值得中国警觉的。日本首相视频基于日本政界，希望尽早实现自民党修宪案。那您认为日本会摒弃和平宪法吗？这很有可能。日本自民党近年来一直为修宪准备，外围的障碍呢基本上清扫清楚了，已接近核心部分，也就是和平主义宪法第9条。日本呢在任何情况下都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力，将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修改了宪法第9条，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正常国家，可以出兵作战，维护自己的利益。俄乌军事冲突也为日本修宪提供了借口。岸田呢在寄语中说，或许应该修改与时代不符的部分、不足的部分。他这么说的根据呢，就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军事冲突，通过修宪和强军呢来防备紧急事态。那么从民意上看呢，最新的民调显示，目前有50%的人赞成修改第9条，48%的人反对。也就是说呢，赞成和反对修宪的是旗鼓相当。或许呢，日本民意会持续的变化，赞成修宪的人或许呢会更多一些。我个人的估计是，即便在岸田政府完不成修宪，那么在下届政府也可能完成，因为美国呢是特别期望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要亚洲国家呢铭记历史，从外交上加以制约。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而且有发动侵略战争劣迹的日本，对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呢增加了安全风险。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